和路口总是很堵车，快忘了上次心动在什么地点时刻。或许放下顾虑就开花结果，多美的日落也装作绿色，话题进耳朵想听见你说既然选择就别再错过，欢迎光临对号入座，想化作你的丘比特，让流星坠入落在你的银河，从此生活的快乐，要共同去探索，想成为你的丘比特，把每个段落写进幸福小说，要在沙漠种一朵合拍的情歌。成家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心有挚爱，幸福万家。偏硅酸型矿泉水，水中贵族百岁山。邀您观看成家强韧护发，防断发，中国拉芳冠军之选，拉芳带您进入正片。打对折，打骨折。你好，本月办理新会员，打5折，打骨折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是。啊，你能不能认真点？今天咱们高地的拉比生意回去，不然真要饿死了。我很认真啊，手一直在这伸着。人家不要也不能硬塞吧？那你软塞，温柔塞，先喊起来，喊起来行吗？我求你了。来，先喝杯水。哎，谢谢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月下秋神的经理冯清明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来这儿不是相亲的吗？对，没错。那麻烦您先填个表。嗯。这个是价目表，您过目。年龄不限，工作必须稳定，人品正直，善良厚道，家境殷实，家庭和睦，要有爱心，不能有犯罪记录。最好有个孩子。马小姐，这您刚26岁，您为什么要找一个二婚的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统计数据表明，宠物被弃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主人要孩子。那已经有了孩子，将来就不存在弃养的问题了。懂了。性格温和，体态健壮，身体健康，没有传染疾病和遗传病史，毛发浓密，四肢发达有力。马小姐，你这个要求真具体啊！不具体，我怕你们不明白啊。哎，我先说清楚啊，条件我是一点都不能降，只要你能帮我找到合适的对象。你刚刚说那会员费多少来着？您看啊，普通会员8000，我出1万。没问题。
您找我们就对了，难度大才能体现出我们的专业性。你先别急啊，你看看后面，后面那条最重要。哎，必须提供祖上3代的血统证明。马小姐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先解释一下，我不是唯血统论，我更加不会因为血统去区分高低贵贱。但是吧，我特别烦有的人觉得自己血统纯正，动不动就瞧不起咱们。看清楚最后那句，祖上3代血统纯正的，我一概不要。可是您看着也不像混血呀。你骂谁呢？没有，您左一个血统纯正，右一个血统纯正，我也得把话跟您说清楚啊。我们这儿真的没有跨国婚姻业务。您确定您是要给自己找对象吗？谁说我要给自己找对象啦？我一直说的都是给我女儿找对象。女儿多大了？来，我女儿8万，来给叔叔 say hi。走。都怪他，就是他非要拉我来这儿，结果告诉我没有给狗相亲的业务，逗我玩呢。对不起，这人我们还顾不过来呢，这狗更顾不过来了，一场误会。这话我不爱听啊！狗怎么了？狗跟人是好朋友。对，好朋友，回头我就批评他。瞎耽误功夫。哎呀，新来的客户啊，都是程序干的好事儿。怎么了？马小姐，我们以后要是开展了狗的相亲业务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。行，马小姐慢走啊。8万，再见。哎，8万再见。成事不足败事有。程序，哥，续到印儿了。大哥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咱们这个月确实生意不太好，我是想让你们想办法拉点新会员回来，我是没有刻意强调啊。但我指的那个会员，一般情况下指的是自然人，懂吗？但你也没有说不能找其他的呀。哥，我冷静，冷静。好，我的错。行啊，没事，我再给你重复一遍，咱们拉回来的新会员是人，这回懂了吗？懂了。但都是收会员费，给狗找给人找有什么区别？你给我回来，哥！区别大了。干咱们这行的，那要放在以前，那是很受人尊敬的。孟子曰：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咱们相亲这个事情，和人家父母那是一样重要的。你说你弄只狗回来，那怎么的？以后咱们改行做配种站啊？夏万清，给我出来！夏万清人呢？夏万清就是个骗子，你们都是骗子，你们这就是骗子集团。行，怎么了这是？你有话你慢慢说，你先别激动啊！我的钱全被骗光了。这话从哪儿说起的呀？喝点水。哎呦我的天！徐斌这个杀千刀的把我更惨了。你们如果不跟我说清楚，我就死在这儿。我要过不好，你们都别死啊！哎呦，哎呀！不至于啊！你有什么话说出来，我们想办法帮你解决。我被骗了12万，是我这辈子的积蓄。怎么就被骗了12万了呢？徐斌说他有内部消息，他说让我买基金，我就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。现在钱没了，人也找不着了，你们说让我怎么办？啊！我这个钱要是追不回来，我就天天来你们这儿闹，天天闹，我就天天闹，我就在这待着，我就住在这，我哪儿不去，我就不走了。姐，您这样就不对了。您说您跟徐斌连婚都没结，怎么就敢把那么多钱给他拿去买基金呢？您在我们这儿闹，凭什么呀？我不找你们，我找谁呀？是不是你们把徐斌介绍给我的？我是花了钱的，我花钱来你们这儿相亲，你们连对方是不是骗子你们都不知道。我倒要问问那个夏万清了，为什么介绍一个骗子给我？
你们跟骗子集团是一伙的，对不对？网上都曝光了，像你们这样的小婚介公司，都是骗子。姐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但是生气你也不能打击面太大。我们月下秋神成就了那么多对美好的婚姻，积了那么多功德，那怎么到您嘴里我们就成骗子了呢？就是骗子。徐斌骗你钱的这个事儿，我们一定管。哥，不能管啊！闭嘴！如果徐斌他真的是个骗子，那这个钱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追回来。如果追不回来怎么办？不可能！我就算不吃不喝不睡觉了，我也去堵着徐斌。我就不相信了，这朗朗乾坤，咱们一个好人还能被一个骗子欺负了？好，有你这句话，如果我的钱拿不回来，我就找你要。就你这找我，前面，前面。哎，你谁呀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早就进来了，没人理我。小气，这事儿肯定是我们不对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能解决好啊！别生气了。幸亏没撞上。刚才让您见笑了，您是来相亲的吧？我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这儿的婚恋顾问，我叫叶朗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您先把自己的情况填写一下。还是等冯清明来了再说吧。不用等，不用等。相亲的事儿啊，找我就对了。我是这儿的金牌顾问，我叫夏婉晴。姐，干嘛呀？4个月没开张，来了一个就明抢啊！小点事儿，这事儿回头咱俩单聊。你先出去。我凭什么出去啊？他是我拉来的，要出去你出去，你先出去，你出去吧。就你这2把刷子，你能搞得定他？妹妹，你放心，全宁州最优质男性的资源都在姐手里呢。你可拉倒吧！就你那刷子，毛都没有，就剩把了。我跟姐说话呢。那你说你没刷子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还有外人呢，吵什么架？丢不丢人？丢人！丢人！你才丢人呢！哥，我问你，公司是不是有规定，谁先接待的会员那就是谁的？夏姐明着就跑进来抢，呲牙咧嘴的。谁抢了？谁抢了？你啊！我是在想，好不容易公司来个客户，你弄不好再给人弄跑了。跑了吗？人这不坐着呢吗？不是，咱走，那不跑吗？出去，走，出去。就你给扰的！走。什么人？行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他们平时啊也不这样，今天有点小意外。今天你们意外挺多呀。哦，是，请问你是？秦天月。什么情况呀，哥？小明明，这秦天月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呀？牵手派来的。怎么又出了个牵手？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？知道啊。怎么不早说呀？我这不让你们一闹，我脑袋都炸了吗？这不还没来得及说呢吗？昨天晚上，杨老板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他不是一直没钱吗？半个月前，他跟牵手签订了收购协议，咱们月下秋神啊，让他折价给卖了。把月下秋神给卖了？能不能小点声？不对呀，哥，还有4个月工资没发呢，怎么办啊？杨老板说了，这收购款已经打过来了，下午就发给你了。那就是说，都拿了钱，我们就得散伙走人了？不至于啊，公司虽然卖了，但这买卖总得干下去吧？这秦天月不也来了吗？都给我稳住了啊！先看看他怎么说。冯清明到，夏婉晴到，叶朗到，程旭到，
认识一下，我叫秦天月。从今天开始，总部任命我担任正式总经理。总部决定，月下秋神的员工暂时保留，待遇不变。今后视工作业绩再做适当的调整。欢迎秦总上任。既然大家要在一起工作了，我宣布几项纪律：第一，建立考勤制度，上下班一律严格打卡，外出要报备，去哪儿去干什么，出去多长时间，都要写清楚。第二，工作进展要透明，每周小汇报，每月大汇报，每季度一总结。每周五下班前，你们都要写周报，把这一周都干了什么，怎么干的，会员推进情况以及下周的工作计划写清楚。第三，明天上班前把你们的工作总结交给我，还有你们简单的个人介绍，比如你们在月下修神主要负责什么工作，取得过什么样的成绩，对自己未来有什么职业规划等等，以便我尽快的了解大家。第四，冯清明，月下秋神所有会员的名单，按会员等级、进展程度排列好，整理完今天下班以前交给我。那好，明天上班以前交给我可以吗？最后我宣布一下，从即日起，冯其明担任月下秋神副经理。散会。我可丑话说前头啊，秦天月说要写那什么工作总结，还得每周一个小汇报，每月一个大汇报，我真写不了。谁写得了啊，哥？这是新官上任3把火，要烧咱们，你可不能由着他，浇灭。就是他一来，你这经理都成副的了，凭什么呀？就是你们这情绪不对啊！人家牵手把咱们给收购了，那当然是人家说的算呀。各位啊，不管咱们愿不愿意，月下秋神从今天起，那就是重打锣鼓另开张了。人家是老板，不听他的听谁的呀？哎，姐，你干嘛去？我还没说完呢。那你们商量吧，我还得回家给你姐夫做饭呢。坐下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咱们不得商量出个对策呀？你不是说以后都得听他的吗？那我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呀？听，要听，但也不能全听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他明天是不是想让咱们交一个工作总结？是啊。这样啊，明天咱们谁也不交，先看看他反应。谁也不交。我本来也不会写呀。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我住这儿啊。你把衣服给我穿上。不好意思啊，秦总。你就住这儿啊？有点乱啊，还没来得及收拾呢。秦总，我每天早上锻炼完、洗完澡、打扫完卫生，大家才来上班。你这来得太早了。那是以前，赶紧洗漱，上班有个上班的样儿。这也太卷了吧！嘘，嘘。
今天来呢，是想跟您聊聊钱媛媛的事儿。钱媛媛她真的不容易，她就是一个打工的，那每个月就挣那点死工资。是她卖的东西倒是挺贵，那也不是她的呀。您想想，这12万她得攒多长时间呀？这一下全让您给卷了。哎，注意啊，是他心甘情愿给我的。什么叫我卷了？不管怎么说，这个钱是不是全在您那儿呢？我跟你说，钱媛现在可惨了，她来找我们，真的要不是我们拦着，她没准都跳楼了。说她要是真是出什么事儿了，您是不是也脱不了干系？吓唬我，讹我？我没想吓唬您，我就想讲道理。那既然你想讲道理，那我就好好跟你掰扯掰扯。比如说，你有个朋友买股票赚了很多钱，你眼红，好说歹说，让朋友把你的钱给他一起炒了，赔了，你会管他要这个钱吗？他当然不是，关键是你和钱媛媛她不是一般朋友。是，那个时候我们俩谈恋爱啊。对呀，他让我帮他买基金，我就得赔他钱啊！不是，如果要是赚钱了呢，你会让他分我一半吗？肯定不会，所以我根本没有义务去赔偿他的损失啊！您口口声声说没有骗钱媛媛的钱，那为什么他把这12万转给你不到1个月，你们就分手了？你还给人拉黑了？你说这个钱是投资基金赔了，证据呢？空口无凭吗？你还说你是投资公司的经理，租了2天豪车，说是自己的，还要住什么高档小区，这都是假的吧？就算是我为了哄钱媛媛的开心，我说了那几句谎话，犯法吗？哪个男人没说过谎话？你没说过。如果你觉着我就说了几句谎话就算是犯了法，你让他告我呀。那这事儿就是没得聊了呗。我本来也没想跟你聊啊，是你非死爹白咧的过来找我。停！谁让你们拆我招牌了？还私地，你谁起的名字？听着跟美容院似的。你嚷什么？我让拆的。师傅，喝咖啡，辛苦了啊。名字我取的 ，Destiny， 命运的意思。命运？英文。多绕啊！月下秋神多直观啊。月下还秋神，不伦不类的，你不觉得很土吗？我们这叫混搭，那不伦不类我们也叫了8年了。那原本我还想干一个100年老字号呢。你还舍不得了？要是心疼，你就把它拿回家，留个纪念。行，那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金总，从今儿往后，我们就跟着你高大上，啊。师傅，螺丝帮我拧紧一点啊。放心吧。谢谢啊。哎，这刚9点半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程旭，你不是每天10点半以后才来吗？他打电话跟我说，早上9点前必须得到。夜郎，你不是说不要惹他吗？那我还说要给他个下马威呢。你们都来了，我迟到了，置我于何地啊？哥，你是副经理，他不敢把你怎么着。那倒是。冯清明，你今天迟到了，按规定罚款200，1个月迟到3次，算旷工1天，旷工满3天，扣除本月1半工资。哎，先别说扣钱的事儿啊，我今天迟到，我那是有原因的。跟我到里边解释。
秦总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先听我说。第一，我不管从前这儿是什么样，现在招牌换了，这是斯蒂尼，今后就要按我的规矩办。是。第二，我要的工作总结还有会员情况，你整理好了吗？秦总，会员情况我已经整理完了。这个工作总结吧，哎呀，千言万语想说的话特别多，一时半会儿呢，我还真写不完。你能不能再容我几天？其他3个人都交了，就你写不完。都交了？交了。这帮叛徒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明天就交。第三，前缘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啊，这个事儿啊，嗨，那个骗子是夏婉晴的客户吧？是。他做过背调吗？他介绍给前缘之前告诉过他风险自担吗？如果事情闹大了，公关策略你想好了吗？你说你管，你打算怎么管？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现在就去帮前缘要钱。如果钱要不回来呢？我这不还没去呢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要不回来，这笔钱就夏婉晴赔。那绝对不行。夏姐哪有那12万啊？那是他的事儿。由于他工作的疏忽，导致客户蒙受了损失，这笔钱他不赔，难道让公司赔？我没追究他责任就不错了。不是咱呀，先不说赔不赔钱的事儿，那不能前院说什么咱们都信，对吧？事情还没弄明白呢，怎么就断定这一定是夏姐的责任呢？那你告诉我，不是夏婉晴的责任，是谁的责任？我的责任。秦总，这样你呀，再给我1星期的时间，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，行吗？好。既然你想替夏婉晴扛，以后前缘的事儿我都找你。如果处理不好，出了什么问题，都由你负责。OK？ OK。等一下，你去把那间办公室给我收拾出来。你总不能让我一直在这儿办公吧？马上。重写。怎么了？洋洋洒洒6页纸还不够花？网上抄的吧？看出来了。你能有这文采吗？没有一条是具体的。重写，明天早上交给我。程序。我记得咱们这是婚恋公司吧？是啊。你的总结上就1行字：我负责公司的电脑维护和技术支持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修电脑啊。哦，拉会员和安排相亲跟我没关系。那你应该另谋高就啊！婚恋公司需要这么多电脑干什么？这都我自己的。你自己的？对呀。公司穷，哪买得起电脑啊？这里所有的电脑都是旭从家里搬来的，这叫以公司为家，多好呀！夏婉晴，秦总，我知道我总结写的不好，但我这个人的特点是，干的比说的好，做的比写的好。夏婉晴，秦总，刚好买2杯，这个给你吧。哎呦，谢谢啊。去哪儿啊？我回家，中午就回家。小明明没跟你说呀？我每周2、周5只上半天班。小明明是谁？小明明就是冯总，平常我叫顺嘴了。为什么每周2、每周5只上半天班？不为什么呀，来月下秋神的时候就说好了。那我请问你，这2天工资也是按半天拿吗？工资当然按全天算了。夏婉晴，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咱先不说这个了，我真得走了。你要有什么不明白的，直接问冯清明。再见啊，秦总。
斌？你谁呀？你他妈管我是谁？是不是徐斌？是。不过我们好像不认识吧？大哥，人在这儿呢。你瞅啥？我瞅你找的。哎呀，哎呦，找打吧你！你他妈找打！找打是啊！来吧，来吧，还跑！你站那！来吧，来，看我打不打死你！找打！冲过来！快让你知道知道！你瞅啥？来，什么玩意儿？快打我来！来，打啊！我不瞅了，不瞅了，不瞅了！你瞅的！大哥，我不瞅了！你就是徐冰啊？大哥，你是我有眼无珠啊！咱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。田圆圆记得吗？我大表姐。圆圆没跟我说过，她有你这么一个表弟啊。我是谁不重要，表姐说了，只要我帮她把钱要回来，分我一半。你要是不还，这俩就天天跟着你。这好商量，好商量。可是我手头也紧啊，你让我一次性还清，我也很难办。知道死字怎么写吗？连我姐都敢骗，还你远了吧？这12万我可以不要，但我丧彪的面子不能丢。说吧，你是准备还钱呢，还是准备留下点别的什么？说！我没说不还钱呢。你还真别说，这小子有点表演天赋。哥，我给你扒的，过来过来。别吃了，能不能干点正事儿？不耽误事儿啊，你尝尝贼香，别吃。这是什么？我接下来该说什么？大哥，徐斌，你欺骗我姐的感情，他已经够惨了，你还骗他钱，你不害臊吗？你怎么开始胡说八道了？你按词儿走啊！哎呀，知道“死”字怎么写吗？连我姐都敢动，你是不是混腻味了？识相点，赶紧把钱还了啊！要不然我就把你扔到养殖场里去喂鳄鱼，你信不信？我看你身体不错，这心肝脾肺肾都还健康吧？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钱在说什么？说钱，徐冰，这12万也不多，你就把钱还给我表姐。你还了钱，你也不用受累，我也不用动手。动手？哎，啊？哎，来，你动我一个试试。行了，你也是个傀儡。把你身后的冯兴明叫出来吧。看见我了？不知道啊。让冯兴明出来，不就是吧？你都走了？哎呀，徐先生，真巧，咱们又见面了哈。巧吗？真巧啊！这不都是你安排的吗？冯清明，我上次已经很给你面子了，你还跟我玩这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个流氓！你再敢骚扰我，我马上告诉钱圆圆，咱俩是一伙的。你看谁倒霉！别，您别生气啊，咱有话好好说，咱好好商量嘛。商量啊！我还是那句话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吗？你好，请问有人吗？哎，有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们这是婚介中心吗？是啊，外边不是写着呢吗？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？我想来咨询一下啊，没问题，来这边请。哎，徐斌他就是个滚刀肉，软硬不吃，油盐不进。他是滚刀肉，
你们仨都是吃素的呀，我不管。小明明，你答应了帮我解决这事儿的啊，你都不知道我每天上下班有多害怕，我就怕让钱媛媛给堵着，万一哪天被他堵上了，我怎么跟他交代啊？我太倒霉了。要说倒霉，钱媛不比你倒霉啊，你只是怕，人家呢12万说没就没了。那你说我怎么办？姐，你放心，我说了这事儿我管，我肯定管到底。你容我再想想招。要我说啊，你们也别想那些乱七八糟馊主意，像这种人就应该暴打一顿，比什么都强。姐，那样犯法。他骗钱不犯法？我看这招行啊！行什么行？您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我们私地迷的？我点评上搜的，你们评价还不错，离我家又近，我就想着过来看看，成不成都无所谓。啊，成，一定能成。是叫雷雷啊。我就是有点好奇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想着到我们这儿来相亲？我都24了，我不小了。主要吧，我身边的男的年纪都比我大，三观上有差距，要不然我早谈了。而且就是能捕捉到我小敏感的那种男生，一个都没有，你懂吧？懂，能懂。哦，这个是我们这儿的收费标准，您看一下。8000、18000、38000，这么贵？这么大个事儿，你们几个在这聊挺起劲儿的，你们不是来新领导了吗？让他想想办法，出主意啊。小敏这句话倒是提醒我了，咱不能都在这儿啊！一会儿秦林月找到这儿来，咱麻烦可就大了。是他命令我们解决问题的，能有什么麻烦？我是说，万一要有新会员呢？老天不会这么不开眼吧？万一呢？会员资料，会员资料在哪儿？秦总，干嘛呢？我不在这儿你就翻我东西，不好吧？啊，误会，我是在找我们这个会员资料放在哪儿。这儿呢？干嘛呀？有用。来新客户了。谢谢啊。我哥这嘴还真开光了啊！叶朗，你看我这刚来，业务流程也不太熟，所以你看这新的这个懂，我行。这么点小事，怎么能劳烦您亲自动手呢？小 case 交给我。秦总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保证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您指哪儿，我打哪儿。蕾蕾，哦，让你久等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资深的婚恋顾问叶朗，他是我经理啊。以后你的事儿就交给他嘞。我刚来怎么就换人啊？我也刚来，业务流程还不太熟，他非常有经验，你就放心吧啊。交给你了。我是叶朗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你好。你好，蕾蕾是吧？嗯。先填一份资料，然后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样的。我们这的会员各式各样，保准给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。我从事这个行业6年，非常资深，放心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吧。我是个典型的 INFP， 我想找一个 INTP 或者 INFJ。如果对方是个 E 人的话，我只能接受他是 ENFJ。我没说明白吗艺人啊，啊，小妹妹，娱乐圈儿我们这儿确实没什么资源，不过我会努力给你找。MBTI 不懂啊？懂，必须懂。什么嗨？问我干嘛？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，非得偷偷摸摸的？急，非常急。旭，你知道那个什么 MBTI？ 对，就这个，什么东西啊 ？Myers-Briggs Type Indicator， 又叫16型人格测试，也叫迈尔斯布里克斯。
舌头倒慢点儿。什么斯？迈尔斯布里格斯。迈尔斯布里格斯是英文，翻译成中文，简单来说，它是人格类型学中一种类型的自我报告问卷。它表明着人们天生在感知和决策的方式上存在不同的心理偏好。等等，你就告诉我这个东西能不能找对象啊？这么说吧 ，MBTI 对于00后来说，就像是80后的生肖，90后的星座。你直接点，能不能找对象 ？No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全都懂了。我差点让他给我绕懵了，还说什么艺人，我上哪去给他找明星啊？不是，I人，艺人，他说的是艺人，不是艺人，外向型人格的艺人。懂，全懂。00后。来了，请坐。找我干嘛？钱要回来了？还没有。那你来。咱坐下慢慢说嘛。啊。哎呀，这件事儿你已经去派出所报案了，是不是也得提前先跟我们说一声啊？你们也没问我呀，我被骗了，还不能报案了？能报，我来就是来商量这个事儿的。怎么商量？不瞒你说，我们也去过派出所。我们不光去了派出所，我们还咨询了律师，但结果基本上都一样。你给徐斌转的那些钱，估计是要不回来了。你答应过我负责到底的，怎么现在想耍赖，彻底不管了是吧？没有，坚决没有。我说了负责到底，我就肯定负责到底。但是现在这个情况，这钱大概率是要不回来了。但是我是想说，你看能不能咱们商量一个折中的补偿方案？怎么补偿？对于您的遭遇，我们非常同情。我不要同情，我要补偿。对，补偿。我来就是来说这个事儿的。那如果说我个人给您一些补偿，行不行？你能补偿多少？10万。1万。你打发要饭的呢？我被骗了12万，还不说以前给他买了那么多好东西，陪他吃喝玩乐，你1万块钱想打发我？冯清明，你月下求神太欺负人了吧？不是，天地良心，我们哪敢欺负您啊？我今天来我是诚心诚意的，我也是个打工的，我也没那么多存款，为了这1万块钱，我昨天晚上1晚上我都没睡着觉。只要您不再追究，我豁出去了，这钱我个人出，我认了。你认了，我不认。是否去未知的远方游荡？有人并肩，才不会彷徨。我背着沉重的行囊不离场，应该有可能找到一束光。幸好梦很亮，可以照见我心动的萌芽生长。希望你的爱能在荒芜中盛开，每一份青睐都填满我的空白。如夜后袭来的倦怠，会被你的关心化成风吹到人海。希望你的爱是不熄灭的存在，就算绕进无解的圈也能重来。时间很快会帮我赶走阴霾。
种盛开，每一份青睐都填满我的空白。时间很快会帮我